地面部队不敢派，然后你说派轰炸机、战略轰炸机，你战略轰炸机总是要转场嘛？你难道再派一个 B-52的这种隐身的战略轰炸机？那你要炸什么？炸的那些东西就能够让这个伊朗的政权就瓦解了吗？很难吧？但是怎么可能因为伊朗就这样炸了一下以后，他们就屈服说，哎呀，我投降了，我的政权交出去，这不可能发生的事，一切都不能发生。那请问一下，你动武的意思是什么？伊朗呛川普说：“你小心了，这个子弹这一次不会飞偏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则是出动，现在准备出动它的航母，还有驱逐舰要同步进场到伊朗的周边吗？中东战火现在正式的，难道开战进入倒数吗？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因为这是路透社传出来的一个最新消息，1月14号，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24小时内就会对伊朗来进行军事行动了。川普再补一句，他说已经获得了现在伊朗将会停止杀害示威者的一个保证，所以川普说呢，接下来会不会行动，主要还是要看事态的发展，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川普一讲完，再加上路透社的报道，我们赶快来看到伊朗立刻发布了这个最新消息，这是他们的国营电视台播出的一个画面，说呢，美国总统川普造势遭遇上次呢暗杀未遂的一个画面，他把它播出来。那么他又特别警告说，这一次子弹是不会飞偏的哦。威胁的意味非常的浓厚。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这一次伊朗的国营电视台等于是直接威胁警告川普了。那川普现在还在说要看看事态的发展，到底他是缩了还是兵不厌诈，有可能让伊朗放下戒心，然后会进行攻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们用白宫的发言人的说法来说哈，他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就看川普的脑袋在想什么，由他来做决定。他好像故意要弄得说，哎呦，深不可测，完全在川普的一念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可是如果您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它是1月14号的报道，说24小时，现在已经15号了，那也就是说过了啊，那还是没发生。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漏了这么一段话，说有利人士？那他的意思是，可是他前一天又说，我们已经中断了跟伊朗的所有的对话管道。他有自己说的哦，那是13号，他在飞机上说，我们已经不跟伊朗有任何谈判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牒。走到那个抗争场上的这个伊朗的民众兄弟们啊，他讲的是爱国者的伊朗人，那我把它翻译成为兄弟们，挺住、撑住，不要离开你的街头啊，去占领这个伊朗的这个机构，也就是说革命吧，造反吧。我美国的军队已经正在路上。好，那我们就来看了。结果您知道，人类间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间，欧洲、美国的所有的媒体有关于伊朗的抗争的新闻报道跟画面消失了。我连2天一直在搜啊，我上这个美国的直接的网站，不管是 CNN 啊，或者是法国的媒体啊，因为我懂法文，我就那边直接不断的在找啊，找德国的，没有就是原来中央市场供应的同一个画面，为什么我会说同一个画面、同一个影片？说伊朗的有17个省，一半以上的省都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是，而且死的人数堆积如山啊，然后到处有抗争。可是您有没有注意到，画面就是那2幅，影片就是那几张，就是那几个影片。这很奇怪，17个省各个地方都发生，怎么会只有那几张画面、那几张照片、那几个影片？这代表什么？有一个中央厨房在供应，满足各媒体，而并不是各媒体的记者到各个城市，到各个省市，甚至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不同的角度来拍，因为每个用的都同一张画面，这个代表有鬼，有鬼就代表我在欧洲待那么久，在他们的研究单位待那么久，我就知道中央厨房在制造东西供应了。结果他们发现这个认知作战搞大了，好像真的要打起来了。那伊朗政权又推翻不了，因为目前来讲看起来是推翻不了，美国又不愿意派地面部队，陆战队也不派，步兵也不派，
那你也没有准备好，你要大规模的进入到伊朗，你想想看，打一个阿富汗13万的军人，打一个阿富汗哦，你都要10几万的军人，你打一个伊朗，你要多少万的军人进来？伊朗有8800多万人呢，革命卫队、国民兵、民兵组织、民兵抽调回来等等，这些你要动用多少军人？动用多少军人？你的整个后勤补给，以美国人来讲，后勤先行。军队后上的情形下，你不可能派地面部队，你也不可能斩首行动，因为德黑兰很内陆，你的飞机飞不到，那么你的飞机可能就会被打下来。而且德黑兰跟委内瑞拉不一样啊，委内瑞拉是不敢打啊，美军告诉你说，你如果打我这边干掉了，俄罗斯也没有帮这个委内瑞拉真的把 S-300的防空系统建立起来，可是伊朗却有啊，伊朗有防空系统，确实有。好，而且可以打。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美军他怕进去以后，如果死伤惨重的话，这个对特朗普来讲，他未来该怎么交代，跟国人怎么交代？所以这些态势已经越来越摆明了，地面部队不敢派。然后你说派轰炸机、战略轰炸机，你战略轰炸机总是要转场嘛？你难道再派一个 B-52的这种隐身的战略轰炸机？那你要炸什么？炸的那些东西就能够让这个伊朗的政权就瓦解了吗？很难吧？我还没听过这种战略。我相信杜黑的这个空权论曾经发生过，那是发生在塞尔维亚，而且炸了几个月，炸了多久的时间，才让塞尔维亚的这个政府屈服。但是怎么可能因为伊朗就这样炸了一下以后，他们就屈服说，哎呀，我投降了，我的政权交出去，这不可能发生的事，一切都不能发生。那请问一下，你动武的意思是什么？军事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军事行动要有一个战略目标，目标是什么？你是要挑起更大的战端。如果伊朗在因为你对我采取军事行动，我挑起以色列跟我的战争，以色列说我这次我作弊，我坐山观虎都我不介入。但是如果伊朗可以主动挑起我，伊朗如果炸了我以色列人，我不打不行啊，那就变成宗教战争。一旦成为宗教战争，中东地区陷入混乱，这些都要考虑吧。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什么都没考虑，然后就是川普说我要打，我是觉得虚张声势而已。等到声势虚张完了以后，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说有利人士告诉我，说哎，这个他们已经停止镇压了，所以意思也就是不动了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以目前来讲，川普他本身骑虎难下了。因为如果真的死伤人数到5、6千人的话，你却没有任何出兵，那你当时画的红线就是假的。是好，难道现在这个包括示威活动，整个来说都是美国方面在自导自演吗？目前我们看起来，确实美方还是以喊话的成分居多。因为川普呢持续的喊话之外，其实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他之前在1月12号已经私下的向这些欧洲的盟友索取伊朗境内的潜在打击目标的情报，锁定的不是大家所想的核设施，而是他是想要锁定的是这一次主导镇压杀害示威者的伊朗政府的一个高层。那白宫圈内人士说，到底美国会不会动手呢？现在答案是说，川普对于现在就动武的兴致是低于去年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他们预估这一次动武的几率就是一半，50%左右而已。我们也来看，除了在政治动机上面来做解读，我们也来看到现在美国在军事上有派出寄出了哪一些武器。首先是看到的是航母打击群，因为先前一直都没有出现嘛。现在确定的是说，原本在南海巡弋的林肯号会在已经低调的慢慢现在往中东的方向去，那预估可以1周内抵达伊朗的外海。再来就是美军的说呢，1周之内会调派2艘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也会前往伊朗。另外，位于卡达的这个乌代达空军基地也传出进入了备战的状态。等到林肯号真的抵达了中东之后，美国就有足够的战力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吗？川普接下来会选择这种斩首式的精准打击伊朗高层，还是别的手段？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我们讲一句话啊，战机稍纵即逝哈。那美军如果要出兵攻打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这个战机已经失去了。在上个礼拜或许他还掌握到战机，那时候有2个对这个美军跟以色列如果要趁这个机会
攻打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面比较好。第一个，我们看到伊朗为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组织哈，包括到叙利亚，包括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哈，这些大概一个一个都被美军拔掉了。那美军这时候他外围力量没有，这时候攻打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啊，趁着这个伊朗自己本身因为通膨的问题产生的这种暴动，而且暴动范围好像很大。规模也很大，哈，这是确实是一个动手的一个好时机。那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美军来讲也动用了 KC-136和这种135的加油机，还有他用 C-17运输机运了大量的装备跟武器哈，到达所谓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在这边，那感觉上面好像有要攻打伊朗的态势，那甚至于他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也进去了。那时候我认为可能采取的是一种所谓的斩首作战，针对的就是这个伊朗的精神领袖哈，这个哈美内伊来实施斩首，或者是针对他的核武的设施哈来实施定点的一个清除。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如果情况已经发展到这时候，我觉得战机已经稍纵即逝了。怎么讲呢？美军我认为最重要，他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我们从2件事情看得出来。你知道，如果说是要大军作战，第一个最重要是战备集运。美军那时候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总共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战备集运，将战备物资部队调动前往这个伊拉克那边去。然后这个美军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动委内瑞拉，我们看到他除了说福特号的航母之外，还动用了所谓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也大量的 F-22、F-35哈，甚至于 B-2轰炸机，然后甚至15000多名的陆战队士兵，那只为了捕捉委内瑞拉。军事作战一定是一种以狮子搏兔的方式，才能够确保作战胜利。如果你只有50%这个胜利的机会，我觉得这时候如果贸然用兵，那是置自己于死地哦。那我们在俄乌战争，俄罗斯当初动手之前，也是在那边做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哈，做各项的部署以及运输的工作。那这次如果说只是几艘的驱逐舰在那边，你就要对伊朗动手，那跟委内瑞拉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差太多。第二个来讲的话，那你要考虑到这个伊朗自己本身，它有2支的部队，一支是属于它的国防军哈，或许总统还可以掌握到，或许这些国防军的这种宗教意识还没那么强，但不要忽略，它有一支部队叫做革命卫队，那纯粹就是宗教部队。这宗教部队宗教信仰是很强的，而且这支宗教部队它的武装和陆海空导弹部队全部都有。所以，如果说他给你来个鱼死网破，他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发动导弹攻击的话，那以色列从上次这个去年6月份那次的导弹袭击，我们看出来，以色列不见得还能够100%拦截得到，他的这种爱国者等等都不见得拦截得到。第二个，美军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基地，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乌代尔空军基地，哈，这个巴林的它这个舰队的位置，还有很多在叙利亚这些基地，也都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这些川普要冒着这个官兵和牺牲的这种危机，然后来这个发动这场战争。你要知道，如果万一这个哈美内伊来一个鱼死网破，对美国来讲的话，是讨不到好处的一场战争。川普的最新喊话，面对现在伊朗内部各种的流血冲突持续的扩大，他已经怒批伊朗在进行的叫做无意义的杀戮，所以川普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他决定取消任何跟伊朗官员所有的会面。他也说了，对德黑兰发出严正的警告，他说救兵已经在路上往伊朗的方向去了。川普也对目前在伊朗的这些示威者喊话，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记下目前打你们的凶手还有施暴者的名字，未来我会对这些人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也提醒了伊朗当局说，伊朗，你这周只要开始绞死这些抗议者的话，我们美国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一回川普的话喊得非常的狠，但是在军事上的行动到底如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多。尤其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军事现实，就是目前美国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领域，完全看不到任何要开战的迹象吗？这是一个问号哦。因为呢，现在根据了解，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不管是运输机或者是加油机，甚至战机，更没有看到任何的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周遭。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也直接做了一个分析，报道说，即便美国后来决定呢，他要出动他的航母，但是最快也要数周、好几周的时间才可能抵达
伊朗的附近，而最可能派出的就是林肯号。好，看得起来海上跟空中没有太多的布局，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巧巧的动作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府这边最新呢，已经在中东布局的是它的新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款无人机是高度仿制伊朗的主力战机的，也就是见证者136，也就是可以显示说，目前美国的战斗方式已经逐渐走向比较低成本、可以大量消耗的这一些武器。再来，我们看到军事面，美国持续对伊朗贸易国课征25%的关税，背后评估它为的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因为对于伊朗课征这25%的关税，目前看起来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过也有分析特别指出，这个川普啊，你看起来是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专家痛批说，数十年来，就是因为你美国对伊朗实施这种全面的制裁，才会压垮伊朗今天的经济，还有包括引爆今天的民怨上街头。根据估算，伊朗的人民的人均 GDP，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12年当时还有$8000以上的。到了2024年，只剩下$5000左右了。这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世银做的统计。而2018年之后，石油出口更是在美国制裁之下暴跌了最多80%，国库每年损失竟然高达数百亿美元。川普这回说要救伊朗，到底是谁害了伊朗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川普现在喊说随时开战。但是美军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集结，真的会开战吗？还是对伊朗、对中国做出一个高度的政治恫吓而已？委员怎么看？对，我想美国对付他的敌对政权哦，其实美国自己的工具箱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讲得更直白一点呢，就是美国有各种花样的菜单存在。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哦，他已经采取了几个不同的方法去对了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他采取的就是外科手术式的直接的斩首哦，那么直接把人带走了，然后呢，整个委内瑞拉政权就瓦解掉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说，面对伊朗哦，美国恐怕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把戏哦，就是说你今天要用这种猎杀对方或者是逮捕对方领导人的模式，你已经用过一次了。伊朗又不傻，他看到你怎么对马杜洛的，该躲的都躲得好好的，你放心。然后该有的这个保镖啦、忠诚度可能要重复的反复确认过，所以你要再用同样的方法重施故技，恐怕也不容易。那你上一次是用长城奔袭的方式去轰炸伊朗，可是问题是你用轰炸伊朗的方式，就算你斩首了这个哈梅尼好了，但是问题是，对哈梅尼来说，他就算被斩首了，整个伊朗的神权政权还是存在的啊。你最近光看到伊朗的这个议会的议长说要跟美国就是势不两立到底了，所以你就杀了一个哈梅尼，也不能够解决整个伊朗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他要用外科斩首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啊。不管你是要用轰炸机去轰炸，你要用这个无人机，你要用这个CIA 跟摩萨德的力量想办法来猎杀伊朗的领导人。对于你要取得伊朗的政权的主导的这个地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哦。那么你只会加深整个这个伊朗的反弹，然后这个激化整个伊朗的报复的行动，那整个中东就是遍地烽火了。那第二个，你看到说他军事入侵也不容易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看到了，他并没有航母部署在那里哦，又跟当时的这个委内瑞拉不一样啊，人家那个时候航母已经部署得好好的了，该有的都在那里了，而且委内瑞拉好歹也是在南美洲，距离美国虽然不是很近，但是也不太远了。可是中东是很远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把你的部队投射到那里去，你这个时候要用军事入侵，你怎么入侵嘛？所以你不可能去靠以色列的部队来入侵啊。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军事入侵也不行哦。那么我现在的初步的判断哦，我认为美国要用的是它工具箱的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它过去最长期以来最熟悉的工具，就是用他长期以来布建在这些国家的，比如说年轻人啦，或者是反对势力，开始要发动政变，要推翻这个政权嘛。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是遍地烽火的暴动啊，反政府的暴动啊。这些反政府的暴动怎么前几天不暴动，1-2个礼拜前不暴动呢？怎么忽然之间就来了呢？这就像当年的颜色革命我不断的强调说，这是美国 CIA 最喜欢玩的把戏。台湾的太阳花革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香港的雨伞花革命是怎么来的？全世界这么多花的革命到底是从哪来的？这就是 CIA 长期以来布建在每一个国家，布建在学生的团体里头，布建在这个社会的深处。当
这个 CIA 要唤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伊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 CIA 跟摩萨德大概已经把他过去长期以来布建的所有的这些种子全部都一次点燃，然后造成了整个伊朗的天下大乱，所以伊朗才会开始采取军事镇压行动。那现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又要当好人哦，讲这种风凉话，说我们就在路上了哦，你们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好歹也讲一下啊！你现在是绕到了哪里？至少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路上啊，美国还没上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这个喊话是什么？就是喊给这些暴动的人听啊，说继续暴动到底。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来的。至于说这个迟早有多迟多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伊朗这一局里头，美国最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到巴勒维王朝又开始出来讲话了。当年巴勒王朝如果干得好，他就不会被推翻了。这他当年就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必须要警惕啊。美国现在川普在玩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游戏。他对于他现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川普也是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在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做的是不断的砍断中国跟俄罗斯的盟友，想尽办法的一个一个砍。我认为人家砍了，再砍伊朗，那下一个是谁呢？所以川普已经讲过了，金砖国家就是反美的军事同盟。他现在在做的就是瓦解金砖势力。所以当他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经掌握了石油这个这个生产了，他掌握了委内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美国自己本身也是石油输出大国，所以当他都掌握了这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要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叫板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恐怕要在这个时刻恐怕要有警觉心了就是说这现在恐怕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去牵制住美国的势力，否则当美国一个一个的斩断掉这些金砖国家的盟友的时候，最后就剩下这几个国家了。那个时候美国可以磨刀霍霍、好整以暇的来对付他们了。好，确实目前针对这一场暴动背后是否到底有没有这个美国 CIA 跟摩萨德的影子，其实外界也都在高度的怀疑当中。那目前确实这一场示威暴动目前已经造成了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死伤人数，包括了数百人死亡，还有数千人被逮捕。面对现在整个暴动，可以说示威活动已经完全的失控了。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针对这些示威民众，还有针对于美国，他们也开始祭出了各种的反制动作。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当局最新用的方法，就是他们祭出他的军用无人机，部署在各大的城市，以无人机对民众来进行攻击。德黑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网络干脆都切断，让这些暴动的民众再也无法跟外界做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这次祭出的无人机，其实伊朗的无人机的战术过去就已经在许多的实战当中有特别的去使用过了。我们来看到几个例子包括了在第一个2伊战争期间投入实战，第二个他们也曾经透过电子战捕获美军的 RQ-170哨兵，还有他的 NQ-9死神无人机。胡塞组织也多次的使用无人机来突破沙烏地和阿联酋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去年，今天我们会来特别看到是伊朗海军宣布成立的第一个海军无人机师，它是隶属南方舰队的，那构成了整体的舰载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到底战力有多强？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评估。看起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现在有许多的国家也站出来跟川普说，其实伊朗真的没有这么弱，劝你不要去进攻。最新消息是美国的 NBC 做的报道，现在包括了以色列还有多名的阿拉伯官员已经私下跟川普政府说了，他说伊朗政权没有虚弱到你美军可以一击就致命，所以你不要去攻击吧。同一时间，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跟卡达等等的这些海湾国家也同步游说川普不要开战。我们先来看看伊朗无人机加上电子战已经高度成熟了，如果真的开战，美以还能够速战速决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那个伊朗的无人机部队它有4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很早以前它就专注在这方面。所以去年他们海军南方舰队成立了无人机师部队，对不对？那你就晓得说，其实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功夫，而且他们的防御网竟然可以捕捉到 RQ-170，还有 MQ-9死神。死神是最难抓的，他竟然可以抓得到，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电子瘫痪跟电子反制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
如果今天美军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就是说进袭德黑兰的话，你会遇到的抵抗跟遇到的防御，绝对不是委内瑞拉可以比较的。这一点必须要先厘清这个观念。所以川普他现在不是闲闲没事做，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打这一仗，这第一集要怎么打。当然，我们昨天讲过，林肯号虽然不在荷姆兹海峡，也不在红海，也不在波斯湾，因为林肯号它现在正在应该是南中国海最近大家要赶过去的话，大概也要3-4天。那如果没有航空母舰的话，美国当然还是有别的手段，派出逆中轰炸机，或是派出隐形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等等。可是这样子对于教训伊朗恐怕不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部队调动。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比如说像特种部队好了，你要有真实的动作，或者是说像入侵阿富汗或入侵伊拉克一样，真正的部队调动，那个就会被国际媒体的注意力给放大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不认为美军有真正实质占领的动向。反过头来，我们来讲说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伊朗有多少无人机？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我们账面上看得到的无人机有2000架，就跟它的飞弹一样，有2000枚一样。那事实上，据信超过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这一次他才能够拿来对付老百姓。他用军用无人机的规格去对付10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所以你就晓得说，他们的无人机储备是非常足够的，绝对比他的核子能力还要高超的许多。那美国如果今天有实质的入侵部队去进到德黑兰的话，绝对不要再重蹈1980年鹰爪行动失败的前提。鹰爪行动是美军灰头土脸、一败涂地，为了去救被何梅尼去软禁的55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馆员然后8架直升机在伊朗沙漠里面撞成一团，以悲剧收场。那这次如果美军还要在伊朗沙漠，其实我老实讲一句，很投鼠忌器，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所以这次如果他真的要去进攻德黑兰的话，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是不是斩首哈米尼？如果是斩首哈米尼的话，那单纯的多；但如果不是，是要推翻整个那个神学政权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复杂许多。所以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为止不敢轻举妄动是有原因的。至于今天可能会什么？今天可能会正式在那个德黑兰处决一名才26岁的青年，采取公开处决。公开处决是什么方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传统习惯的用起重机的吊架把人给吊在大概3层楼、4层楼的半空中，给所有人看，而且他经由这个电视台发送到全国各个角落，这叫公开处决。那这个年轻人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很快就会有画面。我是奉劝伊朗，你不能用无人机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公开处决反对你的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政权哈米尼恐怕不能够再持续下去，因为国内的反对声浪恐怕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讯息，为什么？因为伊朗官方已经把所有的讯息屏蔽了，30%以上的这些讯息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内部我们真的看不到实况，这是让人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好，内部的讯息整个被封闭住了。那这场示威暴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话说，救兵已经要逐渐到了，说是要救这些示威者。但是同样时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也出来酸川普说，现在伊朗的经济搞成这样子，是因为你数十年来对我们寄出的各种制裁，结果你现在反而说要救我们，是不是很讽刺？岳老师怎么看？我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话呢，感触非常强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然后现在的话呢，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我算了一下，将近47年的时间，这么长的话呢，那么伊朗能够撑到现在的，基本上它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了。那么神权国家的话呢，你这边问的问题讲到用人权来批评神权国家，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对于我们宽容与多元文化的一个
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神权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神权，既然是神权，来讲什么人权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川普讲的话呢，我分成几点来讲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他吹牛的的成分比较大了啊，因为他不敢陆战啊，因为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啊，伊朗很大，而且有8000万人啊，对不对？而且长期来讲，他的革命卫队的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情况蛮好。另外，最主要是我们对他情况下不知道啊，它里面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有一个名词叫孟加拉模式，就是伊朗这次在暴动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伊朗的革命卫队，至少有一个上校，还有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呢，是被暴民杀害的。所以说，这个要处决的方式的话呢，基本上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叫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孟加拉革命。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呢，这个在吹牛，要对于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加25%的关税，对不对？那个川普自己的那个关税的话呢，马上就要被最高法院判非法了。这个还讲什么东西？那另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伊朗本身的内部啊，这个还是说有很多外在的原因会使他团结。比如说巴勒维的儿子就在那边叫嚣啊，希望他们能够把革命弄多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伊朗的神权的赫梅内伊的维持了啊，就让他们内部更加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关心就好。不用太紧张。美伊现在正式进入开战的倒数，今天特别关注到是伊朗现在也在备战美军了，包括了现在集结的，据传达到了2000万来自于巴斯基民兵在做动员。另一方面，俄中会不会也在介入，甚至或许是在观战而已呢？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伊朗现在叫战要打击。可能最终攻击的目标就是美军的基地，而另一方面是真的已经要打起来了吗？因为美国跟澳洲已经在启动撤侨，从伊朗撤出来了。美军现在高度戒备，是否已经站在开战的门口？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是伊朗现在蓄势待发，准备了包括了2000万的巴斯基民兵，加上2000枚飞弹，蓄势待发，和俄罗斯恐怕在这背后帮忙撑腰吗？伊朗有没有能力可以打击美军跟以色列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如果真的不幸开战了，双方开战，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角色会是什么呢？会出手相挺吗？还是冷眼旁观？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全面的解答。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放话了，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特别注意到是以俄语来警告华府，他说你的态度已经严重的失算了。过去美国你就因为误判受挫，未来你也将会因为错误的计划导致你再度的失利。而他这次特别使用俄语，也被专家分析说是在显示伊朗正在快速的向俄罗斯靠拢当中。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议员也开始警告美国了，如果你真的敢做军事上面的干预，那么包括你在中东的基地还有船只跟人员都会成为我们伊朗攻击的目标。这是来自于议长的最新说法，他说会让美军遭遇永生难忘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呢？我们从几个迹象来特别做观察。首先来看到美国跟澳洲的领事馆已经开始做示警了，空域随时可能要关闭，所以呢紧急发布了撤侨令。另一方面，白宫现在也发布了一个动员式的一个贴文，大写的字母是写着说：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美国，而我们现在才正要开始，这是第二个迹象。再来看到是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也现在不断的浮动，甚至是飙升当中。分析指出了，这是在美国在这中东地区的部署。他说，美军在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边已经部署了这一些先进的战机，搭配战舰，随时都会可能对伊朗地区发动空袭。而川普另外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面喊说要介入之外，在经济上的制裁也正式的展开。他说，跟任何有伊朗商业往来的国家将会被课征25%的关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税也被专家嘲笑说，是不是你川普无计可施，所以只能打出关税战呢？我们也要来看到，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现在美国祭出了各种的军事武器在做准备的同时，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准备包括了
他声称拥有2000万的民兵正在动员，这个是巴斯基准军事组织，准备要来镇压这些抗议的群众，并且把这个矛头也对准了美国跟以色列。另外还准备了2000枚的飞弹。还有就是伊朗的国防部说啊，不只是他们自己内部有足够的武器，甚至现在还传出有量能可以做出口。他说，接下来其他的国家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跟他们买武器，而可以买伊朗的武器，包括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战舰，还有短程防空系统等等。而俄罗斯在这几天也被发现，他不断的往来德黑兰，是否在暗中援助伊朗呢？被拍到他的运输机不断的在这个德黑兰的附近，被猜测可能就是在提供军事的援助，或者是为最高领袖在撤离上面来做准备吗？我们今天看到伊朗不管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面都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而美国另外一方面，除了动武可能接下来的动武之外，制裁也在进行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了。伊朗这个快速的动员，还有包括他的军事武器都准备好了，还透过俄罗斯取得一些技术，代表他已经准备要对美以正式的发动攻击了吗？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中东地区的安全会如何发展？伊朗真的有能力打败美国跟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好，伊朗跟委内瑞拉情况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斩首，你也没有办法活捉。那个哈米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坦白讲，这个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他们的那个防卫跟他们的一个保密的系统其实是蛮健全的。所以说，你如果美军或者 CIA 他们要得到先期的情报跟资料的建立的话，老实讲一句，都是蛮片段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在下手之前，他要考虑再三。去年6月，他用 B2 轰炸机解决了一些伊斯法罕的那个地下核设施，那是用空中武力做得到。但现在你遇到的是伊朗的情势动乱，它已经衍生成为全国性的暴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看法他们的统计数字说，可能死亡人数已经上千了。但是我们就是国际媒体没有办法进到现场去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只听到很多周边的报道。那伊朗官方是说已经死了100多名安全部队，那你可以向上推的话，那平民死亡的应该是在这个5到6倍，所以我们认为是500-600人的平民死伤，这是可以被预估的，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直接去干预伊朗的内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就必须是要出动正规部队才有办法做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有人说美国在波斯湾、在中东当地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不要多虑没有航空母舰，我们还有这个 B1 轰炸机跟 B2 轰炸机，再来我们还有核子潜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针对性的目标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这是美国的强项。也就是说，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伊朗的神学就是说那个宗教政权的最高的指挥部，也就是说哈米尼他的住所或是他的开会的地点以及革命卫队这些将领所群聚的地点，这些资料美国全部都有。一次打击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端赖美国情报的准确无误与否。所以说，你既然美国在地中海上或者是在波斯湾上现在没有航空母舰，那并不代表美国就不能够出手干预，因为美国是全球的力量。所以，就算是航空母舰上面的战斗机，也没有办法飞那么远，因为从亚丁湾、波斯湾飞到伊朗境内再回来，已经1000多公里了，这是战斗机的极限。所以需要轰炸机来做。美国最有可能就是出动 B1 结合 B2 两种飞机一起来对点式的精确打击，这是最有可能的。不然就是在海里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核子潜艇直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伊朗自己本身的防卫力量。伊朗还是跟委内瑞拉一样，它有 S300，甚至有 S400，俄罗斯最精锐的防空武器。
那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伊朗空军可不是三脚猫啊。伊朗空军从巴勒维国王时代就非常有名，大家还记得1980年到1988年的2·1战争，伊朗空军打伊拉克空军啊，2·1战争，那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伊拉克空军根本不是他对手。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伊朗空军在40-50年前是美国人训练的，他是由美国训练的，所以现在他还保有 F-14熊猫战斗机，大家相信吗？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捍卫战士》那部电影里面，伊朗怎么样，他都想办法保存下了 F-14熊猫战斗机的战力。虽然现在大概只剩下50架，因为当初买了80架，然后伊朗还有很多美式装备，到现在还能用 F-4幽灵式战机、F-5战机，现在都能够用。所以大家就想说，原来伊朗是这么强的国家，对他的空军飞行员非常优秀，他绝对不是马杜罗的那个空军完全不上来迎击就垮掉的那种空军。所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空军非常强，当然伊朗海军只有炮艇式的那个飞弹巡逻舰而已。那伊朗陆军的话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是用了这个叫做巴斯基民兵啊，他们现在坦白讲一句，他们没有养一支陆军，因为他们都是靠民兵。那伊朗其实他真的拥有的陆军叫做革命卫队，对，啊，他革命卫队的人数不超过10万人，那所以革命卫队其实老实讲，那是一种象征性保护啊什叶派政权的一个兵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实际的作战能量如何呢？其实外界不知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大概这个伊朗的陆军啊，没有办法跟现代的先进国家的那个国防武力来相比较，因为他们都非常封闭，而且不跟外界交流，所以他们的资讯啊，坦白讲一句，都是我们外界很难知道的。那所以他这次靠那个巴斯基民兵呢，去镇压这场活动，听说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民。那这场暴乱是从2022年那个叫做艾米尼的一个22岁女学生引发到现在。讲句实在话，为了一个女学生她没有包好头巾而引发这么大的动乱，其实我觉得对于伊朗政权而言，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说，川普现在已经想好了计划要发动。我的感觉啊，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这几天就会进行很大程度的军事干预，而这个军事干预呢，可能会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美国可能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他在委内瑞拉树威之后，又在伊朗创造一次美国奇迹的美国胜利。对于川普的未来的连任啊，他想要再连任，到底行不行呢？我看就看这一役了。好，中东战事一触即发，有没有可能伊朗成为在继委内瑞拉州川普下一个就即将要拿下来的地方？因为刚刚干哥也提到说，伊朗的空军特别的强嘛，那其实伊朗现在也在打一种心理战，甚至先发制人，他想要先攻击，在美军先攻击前攻击美军基地，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遭袭的话，美伊是否会跨过战争红线？大使又怎么看？美国如果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定点打击，然后呢是重要的这个战略，或者说的目标，包括人，除了这个核子基地啊，然后重要的这个飞弹基地之外，要不然就是针对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涅，或者说是针对他的总统佩德西奇扬。那这些不是那么容易，那可是问题，现在美国就一直在给他出兵找一个理由，看起来他是找到理由了。因为川普在前几天他就说，你如果伊朗你开杀戒的话，那我就要动武了。那现在呢，这个到底多少人死不知道，这个我看这个有各种数目啊 ，BBC 是2000人，而且 BBC 把它讲得非常恐怖。说医院里面那个尸体都叠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我这些家属去找到尸体的时候，每一具尸体还要花钱赎回，那是人间炼狱，那可是问题就有美国的一个比较受到，就是说其他的 NGO 比较有公信力的，我不是说 BBC 没有公信力 ，BBC 前一阵子被抓到拿美国 CIA 的钱嘛，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个人权活动家的一个新闻社，他
给出一个详细数，他说死亡人数538人，那么被捕的人数有1.06万人。那外界一般说这个数目比较可靠。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伊朗全国，伊朗有多少人口？你知道？9000万人。而且伊朗的国土有多大？伊朗的国土跟我们中国的新疆几乎一样大，160万平方公里。我们新疆是166万，伊朗就160万。是，所以呢，它有30几个省，甚至说有一半省份都陷入了动乱啊，有动乱发生。那可是呢，德黑兰最近有人住在德黑兰的这些外国的侨民，现在发回来的消息就是说，超商、银行、政府部门正常营运，然后呢，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没有大规模抢购的情况。那我也看到大陆这个相关媒体报了德黑兰的街头，还是上班时间街上都是车子。所以一个国家发生动乱，你可以找到点，因为西方的媒体拍出来很多大规模的抗议啊，纵火啊、爆炸啊，对不对？然后拿这个巴勒维时期的国旗拿出来，对，然后还有这个伊朗的国民军，2个国民军把这个巴勒维的国旗在地铁车站展出来，这些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哇，广泛疯传。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很普遍？不过事实上，伊朗是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点了，因为1月8号当天，伊朗的这个政府下了一个决定，叫断网。断网，甚至电话通讯都断了以后，看起来整个情势立刻就平稳下来了。那个时候，很多内部的这些在抗议的团体向外界反映说，请你们赶快叫马斯克打开星链计划。对。然后那个也外传星链计划的地面接收器马上运去了3到10万个，可是呢，后来又传出来说，没想到伊朗的这个电战能力那么强，居然把星链计划都把它屏蔽了。所以呢，事实上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伊朗的动乱，起码西方要不然是找不到新证据，要不然是没有消息传出来，看起来好像态势比较平静。不过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次经济引起的，它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或者宗教团体在后面做长期的支援。所以呢，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一个出手的机会。那是不是还可以找到机会呢？那伊朗已经强烈反映说，你打我就反击。对。那现在就看川普打不打。是好，如果说川普接下来真的打的话，那接下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的角色又是什么？会支援吗？还是袖手旁观？那像这个又怎么看？我讲这次其实之前的动乱当中也查出说有一些枪支火药，那这个部分在伊朗那么严格管制枪支的环境，还有宗教教义的地方，无疑的一定是外来力量，那么也开始要介入，想要浑水摸鱼哦。如同刚刚大使前面所讲的，这可能当然也是前阵子美国或川普表达他要对伊朗动武，如果不是内部动乱的话，单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性的部分东西，其实恐怕不见得是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其实这次确实在伊朗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前危机哦。那到底能不能怎样？到底会不会整个伊朗崩解？当然，在欧美的媒体里头都在看谁，哇，你要崩解掉了。但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有透过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因为所有的这些的混乱都是扩散，所以当你网络真的一断了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干嘛，你连自己的同路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联系上，所以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这一招。不过我们还是看到说，这个东西你说能够解决吗？我不认为，因为要知道这次的动乱它太深沉了。它是从民生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会里头，它的货币贬值到难以想象，所有的东西贵得离谱。他们现在讲说，普遍来讲，一般吃肉的部分，从每个礼拜可以吃2次到每个月吃2次。那所以这里头包括它的货币的一直改变，所以这种民生核心的崩解，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现在只是暂时的止缓而已，它并不会就平静了。因为要知道，这一次还包括伊朗整个产业的坍塌，因为你的石油各方面的出口都没有办法卖钱，因为被制裁了，不止石油都被制裁了，所以产业其实是这一次企业界是最早出来上街头抗议的，然后民众各方面加入，后来甚至连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加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伊朗其实在先前经历以色列战争，按照道理，民族主义会让大家摒弃里面的问题，不是吗？但你会发现这一次竟然没有哦，而且穆斯林的这个宗教性的控制或者这种把持，其实这一次也坍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暂缓，但这种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俄罗斯呢，他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他能做什么做的有限。因为中俄对先前对以色列的部分支持，它就是大国的支持，政治、军事、经贸的支持，碰不到民生问题啊。相较于过去美国来说，美国就是跟伊朗敌对，它的情报战，它就深入基层、民间、学生、企业各方面，在里头煽动。那川普现在虽然没有像过去美国之音已经被停掉了，没有办法接煽动，可是伊朗已经是自己内部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这次会感受到，如同委内瑞拉一样，大国友好的合作，通常友好的关系，情报战。做的就不会像美国敌对的关系情报战做的这么细密，所以支持的程度对于民生社会，中国、俄罗斯就碰不到，碰不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次伊朗跟委内瑞拉会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整个它的联盟关系，包括情报的核心，我认为一定会重建。川普现在喊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活鲜话题，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的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虾，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啊、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
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高氯酸钠给伊朗。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哈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那个
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这个能力。不过呢，它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好，同样问题也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种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那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了，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哈。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哈。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这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帮朋友更新一下这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
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啊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内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啊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啊，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2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啊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啊，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倒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要得到相反的效果。